你上北方小馆的时候有没有试过？嘿，叫一个牛肉馅饼儿，再配一碗小米粥，哇哦，美味！那一碗小米不但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神圣作物，更能很好的滋补身体。很多粉丝就关心啦，哎，糖友们能不能吃小米粥啊？会不会让血糖飙高啊？其实只要吃完以后，不但以后放心吃小米粥，血糖还能稳稳的。胡乃文开讲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，今天要和你分享吃小米抗三高、助眠、补肾、健脾胃，连续吃小米3个月，有效抗三高。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：早餐要喝一碗小米粥，不是因为健康不健康的问题，而是因为这是你一天当中最便宜的一餐。小米虽然长得很不起眼，但是呢，它却有3大超棒的功效：降血糖、降胆固醇、稳定血压，是抗三高之宝。我先来讲降血糖这件事儿。根据《临床营养学》期刊研究发现，他说啊，糖友们吃了小米3个月以上，不论是空腹或在用餐之后，血糖值下降，连糖化血色素也接近正常值。哇哦，是不是很棒？我常建议糖友们把小米加入日常饮食，它不含麸质，又容易消化，脾胃吸收好，身体自然更有力量运化营养，就能够帮助血糖保持很稳定下来。来哦，有糖尿病的人都怕吃粥，对不对？小米粥怕不怕？怕，最怕血糖暴冲。不要怕，免惊了啊！当你吃粥或吃小米粥、广东粥、海鲜粥，要搭配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做运动。做哪些运动啊？你可以快走、超慢跑，吃粥升糖快，降糖速度也很快。你做运动呢，就会更容易让血糖回稳啦。各位，小米降胆固醇的功效有多棒？小米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。吃小米啊，能够清血管，能够预防便秘，能够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，让你心脏更有力。小米里头的钾、镁含量很高，这2种营养素啊，对血压很重要哦。钾可以把身体多余的盐分带走，减少盐分对血压的负担。镁有什么功效呢？能把紧绷的血管舒缓开来，这样血压自然就下降了。睡不好，身体沉吗？一碗小米粥快速入睡，锄禾日当午，工作真辛苦。当你感到生活不顺心的时候，千万别慌，不要睡不好，看看你的钱包和存款，哭出来就算了吗？嘿，哭也不要哭太久哦。这个时候，你务必要好好的喝一碗小米粥，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爱你身边的人。爱会不会消失？我是不知道了，但我知道，嘿，没顾好你的健康，人就会消失了。来，小米粥健脾去湿气，最滋补的就是小米粥上的那一层米油。胃不舒服，手术后或者是大陆北方妈妈生产后，都会喝一碗小米粥，它滋补你的效果啊，比美人参，因此又被称之为代参汤，代替人参了。你晚上总是睡不好吗？小米里头有色氨酸，它的含量是非常丰富，比白米多7倍耶。每100公克的小米就有160毫克的色氨酸，白米只有22毫克，你看看差那么多哦。色氨酸能够帮助你稳定神经，让你睡得像婴儿一样那么安稳。总是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的人呢，可以改成吃小米粥，效果真的是不错哦。经常喝小米粥，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你会发现身体的感受很好，坚持喝1年。不只是代谢变好，连气色、睡眠、精神都大
大的升级。最近我有个病人啊，他跟我说，因为看我以前的节目，他呢就吃小米粥，结果把他的胃都给弄好了，所以呢，他前些日子还送了我一包特别的小米。他说啊，全台湾只有1、2个地方可以买得到。天热天冷，小米加它最对味。不要嫌弃一直陪你的人，不要陪一直嫌弃你的人。小米3种吃法，陪你春夏到秋冬，天热消暑法和天冷暖身法。嘿，正好春夏气温高热，小米加绿豆煮成绿豆小米粥。绿豆清热解毒，小米健脾养胃，还可以利尿，就可以把热给去掉了。喝下一口，仿佛一阵凉风吹过，暑气都散了。超消暑。秋冬温度下降，手脚也跟着黏叽叽啊。腰也酸了，背也痛了，那些微博的小毛病啊，都跑出来喽。这时候吃上一碗暖暖的山药瘦肉小米粥。《本草纲目》说，小米是肾之谷，小米补肾补脾胃，山药补肺益肾，它们搭在一起啊，脾胃肺肾通通给你补到了，弄补好补满哦，让身体更有力，气色更好，是不是超棒？肾虚的人会腰酸、手脚冰冷、频尿；肾热的人呢，会尿黄、有心烦、失眠的那些个症候。来吃山药瘦肉小米粥，一口喝下去，温补肾气，不只是手脚温暖了，心也暖了，让你元气满满，整天都有力气。爱吃甜甜的人哈，一定要气快麦南瓜小米粥。胃不舒服的人吃了特别好，南瓜的果胶能够保护胃壁、胃肠的黏膜，减少溃疡，消化更顺畅。有一句话，人底下讲饱啊，你底下化休了哦，建议你喝粥的，探休金甲了。古人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宁人等粥，无粥等人。什么意思呢？说宁愿人来等粥煮好了来吃，也不要让粥凉了才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碗温热的粥啊，入口是最温补的状态，同时呢又能养脾胃。小米粥选这种最好吃，小米加一物不涩苦。小米粥怎么煮才好吃呢？跟你偷偷的说，我岁末啊都是用糯小米煮小米粥，煮出来的口感是 QQ 黏滑，粘性更好，每一粒米在嘴里头啊都慢慢的化开，哇，真赞哦！我们常见到的2种小米，糯小米和梗小米。台湾的原生小米大多数是糯小米，而从国外进口的呢，常常见到的是梗小米。我们先讲糯小米的特色，它好煮又软黏，煮成粥呢浓稠滑顺。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啊，都用糯小米来煮饭、熬粥，甚至于酿成小米酒。对体力差、容易疲倦的人，或手术大病之后的人呢，吃糯小米啊，补气益气，而且呢，帮助你润肠通便。第2种是梗小米，口感比较硬，煮久了不容易烂，吃起来呢比较清爽。血糖容易忽高忽低，体质偏湿重，或者是有水肿的人适合吃梗小米。梗小米能够健脾除湿、清热安神，而且能够稳定血糖。有粉丝问我，小米粥怎么煮才不会苦苦涩涩的？嘿，跟你说一个 bonus， 你把小米和白米一起煮成粥，吃起来就不会苦苦的啦。中国的北方人啊，他们煮粥常常会在小米粥里头加一点点燕麦片，变成小米燕麦粥。这样煮出来的粥啊，口感更滑顺，而且延缓升糖速度，对阿公阿嬷们很好，糖友们也能够安心的吃啦。吃小米也是有美感哦，要注意的这2种人不能多吃小米。第1种，小便量比较多的人；第2种，
体质虚寒的人，因为小米啊，它有利尿的作用。你是小便量比较多的人，可以吃小米粥，但是不要吃太多碗，也不要在睡前吃太多，否则本来想用喝小米粥来助眠的，结果却一直上厕所，一直上厕所，就达不到你要的养生效果了。建议适量喝就好。第二种是体质虚寒的人，也不建议你吃太多小米。虚寒体质的人啊，冬天容易手脚冰冷，怕冷，大便偏稀，多吃小米粥会让身体更寒，反而不舒服。所以这类人吃小米粥可以搭配温热的食材，或者少量的吃，才能真正的养脾暖胃。小米从穷人的粮食变成国际巨星，原住民的朋友啊，你们最爱喝小米酒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很有智慧，把小米酿成小米酒，你知道吗？在4、5千年前，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啊，就有小米酿酒的这种证据哦。从夏朝、商朝开始，小米就是北方人的主粮。中国以前把小米称之为粟，粟文化从古流传到宋辽金，甚至现在在大陆的北方，妈妈生产完小孩，妈妈生产完，甚至现在在大陆北方啊，妈妈生产完之后还会喝小米粥来补身。你以为中国是小米的生产王国？不是啦，印度才是全球最大的小米生产国。不只会煮粥，人家还做大饼、薄饼，搭扁豆煮出美味儿来。听说啊，甚至在2018年，印度政府宣布将当年定为国内小米年，并向联合国提议把2023年定为国际小米年，最终获得通过。小米真是太棒了啊！亲爱的粉丝们，我们已经开启会员频道了。如果你认同胡医师推广中医、照顾自己健康的理念，欢迎每月小额支持或成为 VIP 赞助者。有你同行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真心感谢你哦。